上一期视频介绍了概述和功能、软件的安装、设备插面文件的导入、如何创建工程、下载工程、工程仿真，还有这个文件的一个保存、源代码的下载、上传等内容。这一期视频我们对这个Smart Control 这个软件结构进行一个介绍，包括这个设备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设备、设备库。然后设备编辑器做一个简单介绍，设备的更新。那么设备的概念，什么是设备呢？在这个软件结构里边，设备是占到软件模型的最上层，也就是整一个软件模型。那么设备是占到这个软件模型的第一层最上层，它代表一个具体的 PLC 对象，也就是一个硬件对象。那么什么是设备呢？其实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设备，我们可以也就是一个硬件实体，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硬件实体，比如说一个 PLC， 或者是这样一个 Soft Motion 运动控制模型，包括这个编码器啊、这个驱动器啊之类的，还有这个现场总线以及专用的接口。总线、耦合器、驱动器、输入输出模块、驱动器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具体的硬件模型，一个设备。比如说这个 PLC， 联成科技的 PLC， 西门子的、汇川之类的 PLC 都可以是一个设备。I/O 耦合器、I/O 模块、输入输出模块、数质量输入模块、输入质量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模块、模拟量输出模块，还有这个驱动系统，包括变频器、驱动器、数控控制系统之类的，还有 HMI、三维机之类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硬件实体，一个设备。设备库，什么是设备库呢？有了设备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在软件里面怎么样才能使用这个设备？也就是说，这个设备模型怎么样才能在这个软件里面进行运行？设备如何在这样一个软件模型里面进行运行？就需要一个设备库。什么是设备库？顾名思义，设备库就是设备的一个数据库。在这个设备库里边，用户可以添加或删除硬件设备，安装以后的所有设备数据导入到用户本地系统里面，也就是在设备存储库、设备库里面，用户可以将这些设备导入到设备库里面，方便在工程之中应用和编程。设备具有自己的一个设备描述文件，比如现场总线 CAN/OPEN 有这个 EDS 文件、ECF 文件，比如说这个EasyCAT 总线有插面文件， Profibus DP 有 GSD 文件之类的，各个文件都有自己的一个设备描述文件，用户可以将设备描述文件导入到这个设备库里面，对设备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那么安装以后的设备数据导入了用户本地系统。什么是用户本地系统呢？用户本地系统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包管理器，在软件里面有一个包管理器。这个用户本地系统就是到了这个包管理器里边，所有的设备必须事先在包管理器里边安装，也就是说，我们把设备数据安装到了设备存储库、设备库里面，其实本质上它这个设备数据是跑到了这个包管理器里边。
那么怎么样才能看到这个包管理器呢？在软件组件单机工具包管理器，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包的内容。在 Smart Control 里面，如何把设备描述文件导入到软件之中呢？单机组件单机工具，单机设备存储库，打开设备存储库，单机安装，找到相应的插面文件。我们以联成科技 EC400 CPU 的插面文件为例，进行一个导入和安装。我们安装 AI4 模拟量输入模块，点击打开，系统提示模块设备已经安装到存储库。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路径，设备安装的路径，说明已经安装到了里边，而且到了其他项里面的模块。关闭。此时设备已经导入到软件里边。那么如何将设备进行一个卸载呢？组件单机工具，单机设备存储库，找到相应的设备，组件单机卸载，单机4，这样设备将从设备存储库里面消失，点击关闭。设备编辑器，接下来我们对设备编辑器进行一个介绍。如何打开设备编辑器？双击设备，左键双击设备即可打开设备编辑器。打开软件，左键双击设备即可打开设备编辑器，进入设备编辑器的这样一个环境。左键双击即可打开。设备编辑器的作用是什么呢？双击打开设备编辑器之后，可以在设备编辑器之中对设备的这个一个通信应用、I/O 映射和访问权限选项进行一个设置。可以在设备编辑器里面进行如下的一些项目的设置。下面我们打开软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在设备编辑器里面有这个通信设置、应用还原、备份与还原、文件日志、PLC 设置、PLC 指令之类等等项目的一个浏览和设置。首先介绍一下通信设置。在此我们通过网线将 PLC 和电脑进行一个连接。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在打开设备编辑器之后，在通信设置里边点击扫描网络，我们可以扫描到硬件设备 EC400 CPU 这个型号 192.168.20.1， 这个是一个 CPU 的 IP 地址，也就是这个 CPU 的一个 IP 地址。我们扫描到设备之后，左键单击此设备，然后点击确认。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计算机已经通过边缘网关，也就是软件自身携带的一个网关，和我们的 PLC 进行了一个连接，完成了通信。在应用里面，应用是什么呢？应用就是显示目前正在 PLC 上运行的应用，并且允许从 PLC 中删除应用。我们可以通过软件进行一个介绍和查看。
这里是一个应用，比如说我们这个应用是 application one， 应用一，我们目前只建立了一个应用，在 PLC 逻辑下只建立了一个应用。那么我们将这个设备登录上去，将程序下载到设备之中，点击登录。此时我们已经进入了 PLC 的运行画面，已经登录上去了。然后我们点击更新列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application one， 也就是 application one 这个应用显示运行，正在 PLC 上运行，因为 PLC 上正在运行的是 application one。我们退出登录，将这个 PLC application one 更改名称和命名，我们将它改为 two。此时我们已经将应用改为 application two 的名称，然后我们点击登录到 PLC， 点击是，点击确认，启动，点击左键点击更新列表，此时已更新为 application two， 说明在 PLC 里面运行的应用为 application two。文件指的是主机和 PLC 之间的一个文件传输的配置文件，我们可以打开查看。PLC 设置，在 PLC 设置的页面里面，我们可以做与 I/O 操作相关的一些应用，停止状态下的 I/O 状态、总线、周期选项等的配置。比如 I/O 处理应用，我们可以在某个应用里面完成 I/O 处理，在此我们只建立了一个应用 application two，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 application two。如果我们再建立其他的添加对象，我们再建一个应用，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应用，也就是 I/O 处理在其他的应用里面完成。进行一个3次。停止时更新 I/O， 停止时输出行为为保持当前值，执行程序，设置所有输出为默认。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默认值。I/O 映射 ，I/O 映射指的是将 I/O 设备输出通道和具体的变量进行一个映射。比如我们点击这里的一个 DQ16S 一个输出模块，圆形的输出模块，这个模块为 CPU， 这个模块为圆形的输出模块。在 I/O 映射里面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个地址，在程序中建立了一个变量。应用选择程序，选择布尔型，这样我们就把具体的一个变量和输出通道进行了一个映射。当这个变量变化的时候，此通道也会跟着变化。我们进行一个模拟，启动。此时变量为 false， 此通道输出为 false。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通道指示灯亮。我们进入程序，点击此变量，调试写入值，将此变量写为 true，
在进入模块，我们也可以看到 QX0.0 通道为 true 有输出，此时有灯，有 LED 指示灯亮。用户与组，在运行中，设备访问相关的用户管理，可以在这里看到用户与组访问权限。状态，设备运行的一个状态，总线运行的一个状态。设备信息，联成科技 PLC I/O 模块相关的描述，版本。设备的更新，如何进行一个设备的更新？我们单机设备，组建单机设备扫描网络，此时我们无法扫描到设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设备型号是这个设备型号 PA0，但是我们实际的设备 CPU 的型号是 PA2，那设备型号不匹配的话，那么软件是没有办法扫描到一个具体的设备的，无法通信上。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设备型号的更改。如何进行设备型号更改呢？组建单机设备，组建单机设备。组件选中设备，右键单机，选择左键选择更新设备。我们选择到具体的设备型号，那么这个设备型号呢，是从一个设备存储库里面调用出来的，就是这里设备存储库。我们首先要在设备存储库里边将此设备安装进去。如果我们没有将这个设备安装进去，我们模拟一下，卸载，关闭。此时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设备的，没有 PA2，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安装，设备存储库安装，找到相应的插面文件。PA2，此时我们已经将 PA2 完成安装，关闭，更新设备，选择 PA2，点左键单击更新设备，关闭，装机进入设备编辑器，左键单击扫描网络，此时已经扫描到正确的硬件设备，点击确定，设备更新完成。